Aqua di Parma 的黑瓶系列。对，听说黑瓶跟一般蓝瓶或者是黄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比较贵。哦，应该是香精浓度比较高吧？香精浓度比较高。对，它是淡香精，然后也比较高，然后它其他一张是淡香水。哦，对，然后还有古龙，对。是，那这一支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那个赞助商，对，彩如水水，彩如水水，对，彩如水水赞助借我们拍影片。对，这一支如果昨天直播没有彩如借我们喷的话，对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味道。对，喷的时候现场拍、现场直播，哇，那个味道就真的是很美哦。所以老师选对了。刚刚是2支选1支嘛，老师选柚子。试试看这个柚子。好，我本来以为黑瓶比较偏木质调的，结果后来不是这样分的。不是哎。对，我以为黑的就是很沉重的木质乌木啦类，对，不是，它原来只是这个系列不同。对对对。但是味道很赞，赶快来试试。它的这个黑瓶系列是很受到欢迎。好。那这个是很可爱吧？它有出好多种墨数的啦。这是20ml的勾追的小可爱，可爱版的。对。哦。这可以随身带。对，漂亮。然后它大瓶就是它的放大版这样放大。它总共有几种容量？好像还有75跟150。哦，跟其他系列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柚子。听说它这个柚子很清香。对。我们昨天有闻，觉得很好，我对它非常有印象。而且它闻出来就是你柚子剥开，你闻到的是里面白白的那一面的味道。不是外面的，外面苦苦的。我觉得我有你是闻到外面，闻到就是正在剥的柚子，所以有外面的皮的呢，就是精油带一点苦的味道，然后也有里面滑顺的味道。来试试看。好，来，老师已经被我们形容的非常的对啊，所以我都还没有喷，真的啊。这边可以吗？它这个水量也是非常的多。来了。我很喜欢它前面的味道。哦，有呢。好香哦，就是一个很有，这个就有很清爽的味道，剥柚子飒爽。对，剥柚子的那一刻，对不对？而且对，有刚刚 Cindy 说的，有外面绿皮的这个味道，有一点油的，有点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那种站在那个精油正在剥，然后手上的那个味道，残留的味道。哇！但是我觉得这一支更清香，来让老师说说看。老师闻到，它就很像是那种小时候你去阿嬷家，那你到阿嬷家，阿嬷就说来我剥柚子给你吃，然后他剥，那你知道阿嬷切一定都是很用力切的，对。那不像现在很多人他很讲究，就是说你为了不要吃柚子的时候会吃到那个苦的精油，所以呢他就会教你说薄薄的外面先切划几刀，对，然后再用饭匙，然后呢去往里面，然后头要切掉，然后往里面这样挖，那你就不会去吃到那个精油的柚子，你在吃柚子肉的时候就不会被那个精油的味道染到。那但是呢，阿嬷切一定都很用力嘛。对。那切完之后，然后你就吃，然后你觉得哇，一边那种就带着那种苦甜酸涩的香气，这样子。对。OK。老师形容的都非常有画面哦。对啊。就让我想到了我的阿嬷。真的，我想念我的阿嬷了。好，那林心娣现在这一支柚子在你身上，我觉得感觉很相似，但是它在过了几秒钟之后，它就带了一点那种清新的花香出现。有，那就是那个前面的酸跟苦的味道已经比较退一点点了。然后现在融合出来这种整个的很清香柔顺的味道。那因为我现在我最近对麝香非常的敏锐，
好，那这个昨天我在喷的时候，包含现在在喷的时候，对，你就说有麝香，就立刻说这里面一定有麝香。那麝香就让我画面就联想到柚子，通常柑橘调都让人家觉得是明亮的嘛，就是白天一大早就可以用，对。但我觉得这一支，因为它的麝香在里面是非常性感的，给我的画面是这一支更合适晚上的柑橘调。那我现在会觉得说，就是在晚上。院子外面，在院子外，那坐在那里，那拨着柚子，赏月，看着月亮，然后因为院子外有花香飘散过来，对，所以它这个麝香让我更联想到是晚上这种入夜之后，有一点虫叫声。稀稀疏疏的虫叫，非常规律的，坐在那边，不论是看看月亮啊，聊聊天啊，就是吹着凉风，然后花香飘过来，那又有性感的麝香在里面。对啊，这是我想象到的画面。是，对。我觉得我是不知道它这个花香到底是来自哪里，但它的花香就是很清爽，就像老板刚刚讲的，就是在夜晚的时候，你会闻到那种淡淡的花香的味道。尤其在乡下地方的时候，你会一边喝着茶，然后一边赏月，然后一边吃月饼，然后那个花香飘过来是很出其不意的，那种感觉会很不知道从哪儿飘来的。对了，你就会觉得有一股，就会让你有一股那种会心的一笑。天哪，我竟然会闻到一股花香。对啊，这种很舒心的感觉。那林心娣呢？你现在到了哪里呢？除了想念的阿嬷之外，到了，因为刚这个柚子，我们一定是联想到就是中秋节嘛，对啊，因为平常不太会吃柚子，最怕收到柚子。真的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可以给我柚子，可以，我可以吃一颗。对。我以前都就是中秋节的时候都会自己吃一整颗。我也是。真的啊？对，是哦。我都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剥，然后就把它吃完。一颗柚子就是一个白饭，还是2碗饭的热量，很高啦，还是蛮高的。但它很帮助消化。是，这个有一好就有一个弊嘛，对。我觉得它就是画面，因为我。很适合，就是刚刚形容这种夜晚的感觉，但我觉得它白天也很也很可以，是一个很就是任何时间我觉得都可以穿的一个味道。是 OK。对，然后而且因为它开始的味道有让你有那种振奋精神的感觉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早上也还蛮适合的。那沈明老师，你建议这一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呢？那你再问一下，男生合适还是女生合适？这支我觉得它很中性，因为它就是那种很清新的果香，然后所以你要上班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不希望去干扰到旁边的人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这支都很适合，因为你自己会觉得，因为它的扩香不会太明显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我上班上课的时候。都很适合。对啊，你会觉得它很像是那种穿着那种短袖的白衬衫的时候，然后在上班的时候、开会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开会本来应该会让人家觉得很烦躁，可是闻了它，你每次闻它，你就会觉得，老板在骂人都会觉得很清新，你都还是一样可以面带微笑。是，OK，就是那做起事来也是游刃有余的感觉了。好。对，那林心娣呢？这一支女生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场合就像我刚刚讲，我觉得它很多时候都可以，就是早上的时候上班前喷，或是下班其实也可以耶，因为它也是有点像那种，就是它就是一个很舒服，让你觉得没有负担压力的味道。然后刚开始的那个清爽感，可以让你就是一开始闻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精神就会很好，但因为它其实很快嘛，它很快那个酸爽的感觉就过了，然后后面就是加上花香，所以它其实很实穿。然后你说衣着，我觉得夏天超级适合，
然后不管是尤其是运动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很 OK 的一支，对，因为通常我们就是找运动的时候可以喷的香水，其实就是特别是适合夏天的味道，我觉得运动的时候都很适合用，对，就比较不会太干扰别人，然后又会让你觉得是很清爽的味道，是 OK。对，那我自己本人蛮喜欢这一支，它现在开始变化出就是花香加麝香的这种性感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如果更贴切的场合了，应该是晚上去运动的时候，你知道现在大稻埕还弄得还蛮漂亮的，有一些酒吧在那边，然后可以看着河边，对，那它这个酒吧还是好几个货柜组合成的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在那边运动啊，骑脚踏车啦，跑步。我觉得如果你晚上跑步的时候喷这一支哦，喷这一支，我想你跑在路上，大家都一直眼睛都一直往你身上去，也太香了吧？对，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个女生这个边跑，然后马尾边摇，然后散发出这种那么性感的香味，哇，这个是很迷人。对，那特别又是在大稻埕岸边，河岸边，月光下，性感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OK， 好，那我觉得男生也很 OK， 男生很 OK。对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会喷这个。对啊，但我就不会绑马尾了。你可以绑，你绑得起来。你可以啦，你可以。不是，跟刚刚画面比起来就太恶心了啦。对，开玩笑。OK， 好，那后面其实它大概就是围绕在这个方向，慢慢的进入更性感花香。是，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跟大家讲一下这支后调怎么变化。好，待会见啦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就这支的后调，我怎么闻到是果香？对啊，对，厉害。它已经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应该介绍一下香调。中调含羞草、莲花、紫罗兰叶、麝香甘草跟檀香木。紫罗兰叶老师应该不陌生哦，老师对紫罗兰叶蛮敏锐的。柚子我们要顺便切一下这个 Flaming 好给的这个月饼。对，虽然已经被我们分了一些了，但还是可以谢谢他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好的。柚子后调回来啦。柚子配上那个月饼。月饼好，刚刚好。我们要所以这一次我们今年的中秋节，各位就不用配实际上的柚子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换成用配香水这一支，喷它就有吃柚子感觉，又不会发胖。好，那你要首先谢谢月饼赞助商，对 ，Flaming。好，谢谢 Flaming。这是听说是他们家自己做的，对他们家的工厂自己做的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，你们刚刚已经都先这个是他们的品牌牛师傅牛家春。OK， 好，牛家春牛师傅，很可爱的一只牛。然后这袋子也很可爱。牛师傅，还有这个稻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刚有吃，看得出来这稻穗很谦虚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垂下来。对。好，那你们刚刚是吃什么？那个蛋黄酥，最喜欢蛋黄酥。它蛋黄酥很好吃它蛋黄酥里面的蛋黄非常的，一般我们蛋黄可能是一半，然后其他是那个红豆馅嘛。它的蛋黄大概占2/3。哦，对，这么大粒的对吧？哇，非常的 OK， 饱满。好，这样我想试这个。真的不敢这样吃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从来不曾吃完过一颗，真的啊？对，就是会很腻，会觉得很怕那个。那你有配茶，一定要配茶。对，它就是要让你配茶，不然会太甜。好，那我们边配柚子边吃一下。好，对。然后这还有一个，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，手工饼干。来，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好。哇，来，哇，这个感觉很好吃哎。对呀。松仁，然后还有那个葡萄干。有很多坚果在里面。对，很多综合坚果在里面。好加，不会很甜，对，刚刚好。
现代人怕甜，这个不会。很健康的感觉。然后要记得边吃要边闻一下你们的柚子。这边。一口饼干，一口柚子，格外好吃哎！我发有那种现这个香香的。而且不止好吃，而且闻起来柚子更香。对啊。你会发现后调，有没有越来越赞？哇，我喜欢这个柚子的后调，厉害。先给林心地讲一下好了。后面就是花香加麝香，很柔和、很柔美的一个味道。对，对。就像我刚刚讲说，在大稻埕跑步，对不对？夜晚，然后这个非常香汗淋漓这样子。对，对，性感的感觉。我觉得它在这前后的有一些那种差异，不会说很线性，就只有一个味道。它这个，对。那老师呢？我刚刚以为它是果香，然后可是看了一下香调表里面没有果香。对，但是可是其实我们我们刚刚中段讨论的时候，确实我也感觉到有一些果香。对。但是会不会这个果其实就是柚子本身？还是我觉得有其他果子元素在里面，对吧？应该是。可香料表没写啊，对啊，有什么？它的前调就只有，前调是柚子、佛手柑、四川胡椒，然后中调是莲花、含羞草、紫罗兰叶、茉莉，对，然后尾调是麝香、甘草、檀香。对，那你有闻到紫罗兰吗？在里面？很淡，很淡，但是可以探索得到，可以，就它有那个紫罗兰叶的那一种青绿感，青绿感在，喜欢这个后调吗？跟前调相比之下，我觉得它因为很有，这样感觉起来是很有层次，变化其实是很大。对。不过因为它比较贴肤，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感受它。所以，其实是还蛮算喜欢的。对。我们下次趁那个老师在嚼的时候，先不要点大。下次不要拿回答，下次不要拿那么大块。这很难回答。实在笑死。对 ，OK。那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后面花香带一些，其实我还是认为有一些果香在里面。那更不用说配上了麝香做这个基底。它后续性感的延伸真的是无懈可击啊！就是让你一直非常有想象力的画面。我觉得很多的创造力来自夜晚，你知道？因为为什么越晚上越有创造力？就是这个麝香就让你联想到晚上，非常有开阔的想象空间。是，对，好，那。可能陈明老师觉得说，我在讲什么？讲话好像讲到一个点，然后又收起来了，就没讲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其他的不方便在影片上面讲。为什么夜晚会有创造力？好，我讲啊，这是有典故的，因为夜晚会让我们想到在妈妈子宫里面的时候是暗的嘛。对，那所有生命的创造都是从暗的时候开始。对，所以为什么晚上的时候有创造力？就是来自于这个啦。对，新生命的诞生也是在晚上。对，或者是造出来的。我想到的是，就是我们在夜晚的时候，因为光线比较暗，然后视觉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们的嗅觉这个时候其他感受会观感会提升，对，感觉会被增强。是，这个也是没错，对啊，没错。对，个人很喜欢这一支。好，来，那老师。吃完了嘛？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？花香调。花香调。花香调。应该讲柑橘花香调，因为我忘了前面的柑橘。是 OK。柑橘花香调。好，那柑橘花香调0到10，你怎么给嘞？
9.5分，9.5也是蛮高分的呢。也9.5分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一般柑橘调在我身上很容易，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快没有了。那我觉得它到现在，那味道虽然贴肤，但都还是很明显，是，不会让我要很用力吸，然后不需要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其实它应该浓度不低，然后或者是说它调配的让它不会那么快的就没有了，所以我觉得做的是真的不错，然后味道也是从前面到后面的变化很丰富，你也可以感觉到哇，它是一支也是很有带点艺术感的那种香水，是， OK， 没错。用得真好。好，那林心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？我会定调在也是柑橘花香调。那柑橘是它的柚子的部分。是，我觉得它这支应该叫柚子花。柚子花，对，因为柚子只有前面的部分，对，在前面10分钟而已。对，我觉得它可能只要表现它整棵树的感觉，不是只有这个柚子本身啊，然后从柚子，然后到它旁边树上的花香，整个的感觉，对，它柚子花更适合这支香水带给我们的感觉。是，对，你是9.5分，好，那这一支，这个我一直不断的重复说，我非常的喜欢，我会把它定调在花香麝香调，有这种调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这样讲啊，可以这样讲。对，那我最近越来越喜欢关于麝香这个东西，它会带出了无限想象的夜晚的性感，还有个人魅力的展现。OK，那这一支我会给到9.8分，真的很难得一个柑橘调，然后透过麝香来把它带得更远一点。本来举例说，我们本来可能用走路，走个大概半个小时就已经累了嘛，对。但是你好像搭了一台麝香车，你可以一路开到高雄去了。这就是这种把它延伸出去的这种性感的无远佛界的魅力，这样子。对。我是这样，因为本来柑橘可能就是比较短嘛，对啊。但是透过麝香再带它走得更远，我觉得这一支表达得非常的好。OK，介绍给大家认识这一支 Acqua di Parma 黑色瓶系列的柚子。好，谢谢我们的赞助商是那个彩如，还有那个美食赞助商是那个 Blackpink。OK， 那更谢谢陈美老师跟我们一起在这边吃柚子配下午茶，然后一起闻香水，介绍给大家。老师，下次见喽！好，拜拜。对吧？附带一句，还是要谢谢老师都帮我们带很好的画面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要去透过更多画面，大家才办法去联想。所以老师这一块真的是蛮厉害的。对啊，老师很会形容那个情境，对，很厉害。谢谢。有念书有差。有没有？因为可能习惯你要常常跟小朋友要叙述什么事情，那你如果不够具体的时候，他们会不知道在说什么这样，就对他们讲听完就过了。可是你当然有个画面给他的时候，他会很容易理解，也比较容易记得住。是，对。久而久之习惯了，就会习惯讲话要尽量具体，要有画面。是，对，因为我们是视觉动物嘛，对，透过画面会让人家去联想，对，比较能有记得起来这样。对，这讲了我们也可以多练习啦。对啊。好，老师谢谢，这一段我有录进去了。我知道。拜拜。拜拜。